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健康变得尤为重要。过了60岁的人面临着一些健康的挑战，但通过采取正确的生活方式，他们可以提高本身的生活质量，从而延长寿命。其中，走路是一种简单而便捷的运动方式，不仅对身体有益，而且有助于长寿。散步是一种很好的排解压力的方式，尤其是在经过一天的工作，吃完晚饭后出门散散步，感受一下身边的事物风景，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很大的好处。所以，如果感到工作压力大，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喘不过气来，不妨多散散步吧。而普普通通的散步也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身体的健康。对此，科学家近日在走路速度对人体健康方面又有了新的发现。经常散步到底好不好？医学期刊 BMJ 杂志上曾发表过一项研究，这研究主要是由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来进行，而且对平均年龄在40到79岁的15000名受试者进行了相关的调查研究，并且评估了他们身体活动和死亡率之间的相关联系。结果发现，长期运动与死亡风险下降是息息相关的。只要每天散步20分钟，就可以预防46%的潜在死亡风险。那长期走路有利于健康吗？首先，走路对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。走路是一个低强度有氧运动，对关节和心血管系统的负担较小。对于过了60岁的人群来说，这是一种理想的运动方式。长期走路可以增强心肺功能，提高血液循环。此外，走路还可以锻炼肌肉的力量，增强骨密度，能够预防骨质疏松和骨折的发生。经常走路还有助于控制体重，改善消化系统的功能，并提升心理健康。除此之外，而且经常散步也会给人体带来诸多的好处。经常散步的人身体会有哪些改变呢？1. 锻炼心脏。心脏是人体当中的一个泵血器官，只有心脏健康，人体才能够有活的迹象。如果心脏一旦停止跳动，人体的生命将要流失掉。当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，就可以有效地促进心血管机能的增强，从而有效地预防心脏病、降低血压，均有一定的好处。2. 强壮骨骼。美国布莱根女子医院曾进行一项流行病学的调查，发现中年男性每日散步1小会儿，就和50岁之后骨折的风险下降相关，特别是髋关节骨折。台湾省的联合晚报曾报道，适当的增加散步的速度可以让骨骼更加的强壮，所以中老年人可以经常的散散步，身体条件可以的话，还可以加快步数，增加一定的强度。3. 促进消化。当人的年龄越来越大之后，自身的消化系统就可能会越来越弱，要改善。大家可以通过走路的方式来促进肠胃的游动，不仅能够加快肠胃道的游动速度，同时也能够改善自身的便秘问题，让其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。4. 降低呼吸疾病的风险。对西班牙的一项研究发现，每天散步3000米是对呼吸系统疾病的一种发生可以预防的效果。即便是一些已经患有呼吸疾病的患者来说，也可以通过散步来促进病情的康复，能够大大的提高脑力与智力的劳动率，并有助于改变急躁的性格，增强对各种环境与事物的适应能力。6. 减肥。对于肥胖的老人，是既稳妥又省钱的减肥疗法。专家们计算过，如果时速为 5.3 公里，则每分钟可消耗 4.8 卡路热量。走路消耗热量，帮助控制身材。7. 预防心血管疾病。中风杂志上一篇研究论文显示，老年人每天走路1个小时，中风的风险降低了 30%， 而每周走路总时长超过22小时的人，中风的风险降低了 66%。 走路还能够改善三高的指标，降低心脏病、脂肪肝、癌症死亡风险。可见老年人适当的行走对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。散步的速度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定，体弱有病的老人每分钟可走80步，
而身体强健的老人可以走120步。散步最好是在早上的6点到8点，这个时间段的空气清新，在新鲜的空气里面散步，耗氧量等于坐着时的4倍。2. 坚持散步的老年人最后怎么样了？宋大妈年轻时身体不胖，但是因为疏于运动，她觉得自己的体力与耐力比较差。到了50岁后，这种感觉更明显，时常有疲惫感，稍微走远一点就觉得累，晚上还总是失眠，莫名的焦虑。他的朋友也有类似的情况，于是两人一拍即合，决定晚饭后相约一起走路。坚持走路这2年来，宋大妈明显地感受到了身上的变化，她的体力和耐力变好了。每天走路买菜、提东西上楼、做家务、爬上爬下，出去旅游一点都不觉得累了。一天下来精神十足，而且晚上睡眠变好了，很少半夜起来。自从规律运动后，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便秘，每天排便都非常的顺畅，身体轻松极了。但老年人散步越多越好，虽然经常锻炼身体可以少生病，但是老年人由于身体限制，不能无限制的运动下去，因此对于每天走多少路是有讲究的。从不伤筋骨又能带来健康收益的角度来看，走6000至7000步是比较合适的。就算超过1万步，健康收益也不会上升，会有受伤风险，不划算。走路后稍微的有点气促，但是不觉得胸闷，脑门和鼻尖稍微的出汗，还能够和朋友家人谈笑风生，这样的运动量刚刚好。我考虑到关节的健康，上楼和下山的频率要少一些，在平地上散步就可以了，切勿负重上楼爬山。那么如何判断运动量有没有过度呢？4. 忽略这2点，运动也伤身。2大准则判断运动是否适度。1. 2小时疼痛原则。美国骨关节炎协会提出膝关节锻炼的2小时疼痛原则，就是说无论是做哪一种的锻炼形式，只要是练习结束后持续疼痛超过2个小时，那就说明锻炼过量，要减少运动量或者是运动的组数。2. 静息心率。虽然运动时心率会加快，但是运动有助于心肺功能的锻炼，从而会使静息心率减慢。因此如果发现静息心率适当减慢，则意味着锻炼是有效的。若某一天基础心率突然升高，比前一天高出每分钟5次以上，这可能说明前一天的锻炼强度过高，则需要补充休息的时间。而且相关的研究表明，静息心率维持在60次每分钟是健康心脏的标志，也是长寿的标志。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，所有的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，力所能及，而且贵在坚持。但是即使运动适量，不少中老年人还是会稍微的动一动就出现关节咔咔响，甚至伴随疼痛。对于这些关节不好的人来说，总担心运动会进一步的增加关节的磨损，认为还是多歇着卧着好。事实上这种想法也是错的。2. 膝关节不好的人也需要适当的运动。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一项长达10年的研究发现，对于已经有不适但尚未发展为膝关节炎的人群而言，中等强度运动并不会增加他们患膝关节炎的风险。每周1到2次适度的运动，甚至还可以将膝关节炎的风险降低约 30%。 换句话说，膝关节不好的人，适当的中强度的运动是安全的，而且能够起到改善膝关节功能的作用。那么对于膝关节不好的人而言，适合做哪些运动呢？ 1. 有氧运动。一般建议选择冲击力小的有氧身体锻炼，如步行、骑自行车、划船等。联合下肢力量的训练，基本原则就是量力而行。2. 水中锻炼。水中锻炼对于膝关节疼痛和僵硬也有一定的临床效果，特别适合有重度疼痛或者身体机能较差的患者。像有冠心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等疾病的老年人，其实都可以加入运动治疗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